第16章武道小突破，第一次真正打倒同级对手。百川阁的黎明，不一样的身体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星宇照例被白檀叫起床，连伸懒腰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丢去后院练身法。但今天不太一样，踩步时他发现腿不像前几天那么僵，转腰时也不像昨天那么僵硬，甚至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顺。白檀走到他面前，冷冷地看，再做一次。星宇照做，一步错，一步挪，重心切换，比前几天流畅很多。白檀眼神微动，淡淡问：昨晚你是不是又痛到睡不着？有一点啦。星宇前笑，我半夜痛醒3次。白檀点点头，难怪肌肉开始记住路线了。肌肉也能记住？星宇惊讶，身体比头脑诚实。白檀说：你昨天逃命那几步不是学来的，是被逼出来的。他看着他一会儿，忽然丢给他一根木刀。去前院。星宇愣住，去前院干嘛？被你揍。白檀冷冷道：不是我。他抬手指向前院的大门方向，是青木帮的新人考核。星宇青木帮的新人考核不是对外的，是对内的。前院站着3个青木帮的人，其中一个是他昨天见过的胡子大叔王三木，旁边2个年轻人穿着短衣，腰上挂木刀，像准备上比武课的热血型。王三木看到星宇，豪气一笑：小兄弟，昨天那一下血牙珠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得了。我们青木帮最佩服的就是在快死时还会动脑的人。星宇尴尬：我只是怕死。怕死又活着，那就是本事。王三木豪迈拍他肩，但拍完他语气一收，所以今天我们想看看。他往旁边一指：你能不能在没怪物、没陷阱、没跑的情况下，靠自己的手打倒我们一个新人？星宇愣住：你们青木帮把我当新人在考？王三木哈哈大笑：不是当以后要一起混的兄弟在看。星宇这一瞬间，他忽然觉得青木帮比百川阁人情味多一点。苏问坐在旁边喝茶，看戏似的说：青木的新人考核不难，你只要能打倒一个同等级的，就算过关。星宇皱眉：同等级？我现在算什么等级？苏问笑了：0等。星宇：可恶。对手：青木帮新人石小强。王三木喊了一声：小强！旁边的少年立刻向前一步，16、17岁，皮肤黝黑，看起来像天天在野外跑的那种，眼睛有光，有冲劲。我叫石小强，少年抱拳，礼节到位，但浑身是劲。星宇一看这对手，心里咯噔，这小子一看就比我壮。苏问悠悠开口：小强去年跟血牙珠单挑，虽然输，但没死。星宇，你可以不要讲的这么可怕吗？白檀补一句：你昨天也是跟血牙珠单挑。星宇，你们这群人是想吓死我还是想激励我？没有回答。王三木大手一挥：比武，点到为止，谁先让对方倒地3秒就算赢。石小强木刀一横：前辈好好指教。星宇苦笑：前辈2个字听起来压力很大哎。第一回合被压着打，理所当然。比武开始。石小强速度很快，星宇才站稳，小强已经冲到眼前，一刀往他肩膀劈来。哇，等等！星宇急忙错步往旁边闪，劈空，但小强攻势不停，刀往腰、腿、胸轮流扫，星宇只能挨一下，跌一下，挡一下，再错一步，木刀砸在他手臂上，痛得他眼睛差点喷泪。小强攻势明明是新人级，但人家有基础，有力量，有野战经验，他只有痛觉。观战的青木帮小弟小声说：哇，这百川来的小子看起来不太行哎，有错步，但都乱用，看来也就是运气比较好吧。星宇听得火气差点上头，可他还是只能躲、扛、错步。第3次被击倒时，
他手肘撑地，气喘如牛。石小强举刀问：“前辈，要休息吗？”星宇盯着他，那眼神里没有嘲笑，只有一种单纯的想打赢你。那种单纯比怪物的冲锋还要刺激。星宇深吸一口气：“不用。”他站起来。第二回合，肌肉记住的真正错步。第二回合一开始，小强又冲过来，但这次星宇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了，不是借由天机提示，而是这几天练过的身体直觉。石小强刀锋逼近，他肩膀往左沉，星宇心里判断，他下一刀会朝我右边来。星宇脚下一沉，重心放低，腰一扭，错，嗖，木刀从他眼前扫过，只差一指。小强眼睛亮了，哦，星宇第一次感觉，我不是被动躲，是预判在躲。他忍着痛，再次面对小强，下一刀。这次小强抬肘的角度不一样，是往胸口，近距离。星宇没时间错步，只能用白檀教他的，重心半退，左脚一撤，身体后缩，刀擦胸而过。那一下他胸口烧得难受，但莫被击倒。王三木挑眉，咦，这小子有东西喽。苏问喝茶的手停了一下，白檀微微眯眼，像终于看到星宇不是运气活下来。小强很兴奋，连续3刀压上。星宇一边退一边错一边喘，痛得要死，腿抖得要命，但他的每一步都开始越来越像武者。小强第3刀压下时，有一瞬间，星宇看到了他脚尖动作的破绽。石小强前脚跨太深，后脚跟没有跟上。星宇脑中像是爆出火花，机会。第3回合第一次主动的攻击。星宇深吸一口气，用白檀昨天讲的那句话，不是每次都躲干净，有些刀要选哪里挨。他硬扛了小强刀背的一扫，但同时他往小强左侧滑进，不是逃，是进攻。小强睁大眼，咦？星宇抬起木刀，照着苏问教的打侧肋，砰！这一刀结结实实打在小强肋侧。小强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往旁边踉跄，踢到石头，摔倒在地。全场安静2秒，只有星宇在大口喘，喘得像刚被血牙猪追完。石小强趴在地上，一时站不太起来。王三木眼睛一亮，哎呦！旁边青木帮的小弟惊呼：百川那个小子真的把小强打倒了，不是运气吧？是他主动攻击的。苏问放下茶杯，终于笑了，终于像样了。小强撑着的站起来，揉着肋侧，抬头看星宇。他不是不服气，也没有不甘心，他只是露出一个很直接的笑。前辈，这一下好痛。星宇气喘吁吁，我手也快断掉了好吗？两人都笑了。王三木大声宣布，胜负已分，沈星宇胜。青木帮小弟们鼓起掌。白檀低声说了一句，这下是他自己的。苏问也轻轻点头。天机系统不再是自动带你活。就在星宇喘得快要倒地时，系统弹出讯息，战斗结果，同等级对手实力胜利。武道等级01，你已踏入武道炼体境。出风行步熟练度22%、28%。评语：此胜不靠系统，属真正武者之初步。星宇盯着那句此胜不靠系统，胸口突然热了一下，不是骄傲，是那种我真的往前走了一步。苏问走过来拍了拍他肩膀，恭喜，你终于不再是靠活着的运气的人。白檀走到他面前，淡淡说，明天开始我打你会更痛。星宇，你可不可以恭喜我久一点？白檀冷冷转身，你要变强。王三木豪迈地把小强扛走，不错不错，下次有空来青木帮喝酒。星宇苦笑，我现在连举杯子都可能抽筋。小强远远喊，前辈，下次我一定打赢你。星宇笑着回喊，
下次我会更痛的打你。两个新人的声音在院子里互相回应，很像两个傻子，但热血的让人羡慕。8. 另一个世界，他第一次看到突破波形。深夜，柳家资料中心，监控仪器突然跳出一段从未见过的波形，不是痛，不是混乱，不是恐惧，是一种节奏整齐、稳定，像心跳又像雷声的震荡。技术总监紧张地喊：“小姐！”一时波段，突然大幅度上升。柳明月冲来时，画面正在亮起淡淡的金色纹路。技术人员说：“这不像危险，比较像突破。”柳明月盯着荧幕，心脏跟着跳了一下。他第一次明确感受到，他那边真的变降了。荧幕上的波形像某种踏入新境界的回响。他轻声说：“你成功了。”他没有露出很大的表情，只是手指轻轻按在荧幕边框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一瞬间，他骄傲得快笑出来。张默结语：初见未封新鲜练，3招错不破伏烟。横刀不是天机柱，一击方知自身坚。血崖之后逢真敌，少年之名渐向前。此身初步非他力，小圣何赤胜登天。第17章，百川阁的第一次外派任务。1. 任务室里的那张地图。这天一早，百川阁比平常更吵，有人在搬箱子，有人在打包卷宗，有人拎着兵器跑来跑去，连平常半死不活的老桌子都被擦了一遍，像是准备迎接什么重要客人。沈星宇觉得不对劲，他拿着一碟馒头，才刚咬一口，就被小燕一把拖走。喂，我还在吃。边走边吃，小燕拽着他：“苏问大人叫你去任务室。”又任务？星宇心一紧，这次是谁要打我？不是巷战那种。小燕笑嘻嘻：“是外派任务。”2个字像敲在他脑子里。外派，也就是第一次离开凤城，真正往江湖更远的地方走。任务室中间的桌上摊开一张地图，地图用兽皮画成，边缘略微卷起，墨迹微淡，记录着凤城周边的山川、村镇、帮派地盘。苏问站在桌后，一手拿着竹简，一手端着茶。白檀靠在窗边，手里转着一柄短刃，眼神不知是在看地图，还是在看外头街景。来了。苏问抬眼看见星宇，吃完了。星宇嘴里还叼着半个馒头。你叫我就来啊，没时间慢慢嚼。苏问失笑，行，至少你还吃得下。他把竹简放下，用手指在地图上点了一下。这里，云溪镇。地图上的凤城东南角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点，旁边标注云溪，是一个小镇。苏问说，靠山近溪，按理说该是个平静地方。按理说，星宇抓到重点。但最近2个月，那边出了些怪事。苏问语气收了收，有人在市集上突然发狂，对谁都乱叫乱砍；有人几天内从正常人变成只会呆坐发笑的空壳。星宇背脊发凉，听起来很像中邪。如果只是中邪，轮不到百川出手。白檀淡淡道。苏问点头，我们收到的消息。他敲了敲竹简，那些人发作前都碰过一种东西。星宇喉头一紧，碎灵伞。疑似。苏问说，但和凤城里那种不一样。凤城的碎灵伞多是让人迷迷糊糊，失去自制，严重点是成瘾，心智受损。而云溪镇那边，他顿了读，沉声道，像是灵魂被人抓过一遍。星宇听得头皮发麻，这听起来更像恐怖片。天机系统在此时静静弹出小字：主线提示，分支碎灵伞变重，相关任务云溪镇调查，建议优先级高。苏问看了他一眼，像是也察觉到什么，笑了笑。这是你第一次正式外派任务，目标很简单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，去云溪镇查清楚那种新碎灵伞从哪来，跟谁有关，能救几个人就救几个。星宇抿了抿嘴，这种任务不是护送，不是送信，而是踩人家的雷。我一个新人适合去吗？他忍不住问。所以不是你一个人。苏问指了指旁边，这次由我带队，白檀护卫，小燕跑腿。你
当眼睛合脚。眼睛？星宇不解。你看这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。苏问说，你会看到我们忽略的东西。脚呢？星宇问。有人要被打时，苏问笑得欠揍，你就先冲上去试试。星宇，你是认真的？白檀冷冷补刀，至少你现在挨打比之前耐得多。小燕在旁边举手，那我负责什么？苏问，负责在你星宇哥快死的时候跑最快回来报信。小燕，星宇，你们这群人讲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真心？2. 出发前一些小东西和一句不动声色的叮嘱。中午前，百川阁门口停了一辆简单的牛车，车上放着几箱普通货物，看起来像是要送去云溪镇的布匹、药材、盐巴。这是百川阁的伪装，明面上他们只是顺路帮商队护送货物，实际上是借这个名义进镇。星宇背上小包袱，里面有几套换洗衣服，一些简单药粉，一把短短的木棍，一卷被苏问丢给他的风行部后段补助。他摸摸那卷竹简，有点心安。门口，一个熟悉的人影靠在柱子上，柳家暗卫白檀。他衣着利落，腰间悬刀，眼神冷静。上车，他只说了2个字。星宇爬上车，小燕也跳上去，坐在货物旁边晃腿。苏问最后一个上车，在车尾坐下，像平常喝茶那样问。车夫是百川阁的内线，一个看起来老实的中年人，笑眯眯的挥鞭。走了，云溪镇。牛车晃晃悠悠出了城门，城墙越来越远，凤城的喧闹声被甩在后面，前方只剩下青山、土路和飘着土味的风。风一吹，星宇忽然有种很实在的感觉，我真的踏出新手城区了。路上，小燕忍不住问：苏问大人，云溪镇那边真的那魔怪吗？苏问看着远方，消息不会空穴来风。他转头看了一眼星宇，尤其是最近凤城里的碎灵散风向怪得很。怪在哪里？星宇问。以前是有人暗中往城里丢毒，苏问说，现在是有人开始收。星宇愣了一下，收？有人在回收用过的碎灵散瓶子、粉末，甚至是被毁掉的残渣。苏问眼神深沉，像是要把所有碎灵散的痕迹集中起来。星宇背脊一阵发冷，那云溪镇那边的怪事很可能就是那股力量的侧面。苏问道，我们去那边不只是查镇上的事，也要看这场局有多大。白檀一直没说话，只在旁边低声补了一句，小心看人，那边的怪不一定长牙。星宇懂了，人才是最危险的。牛车继续往前，远处的山影慢慢变得清晰。3. 路上的小插曲，猎猴犬远远看了一眼。云溪镇距离凤城不算太远，但也得走半天路。牛车晃着晃着，经过一片乱石坡。星宇正想打哈欠，忽然觉得脊背一寒，那感觉不像风，是被什么盯上。天机系统及时弹出警告，左前方30步外发现低级魔兽猎猴犬 LV4， 数量3。星宇一个机灵，赶紧低声说，左前方有怪。白檀早就看到了，在乱石之间，3只犹如兽狼般的犬影匍匐着，它们的头比一般狗大，嘴裂得很宽，牙尖利得不正常。猎猴犬专门咬喉咙。苏问掀开车帘看了一眼，淡淡道，还在观望。白檀握住刀柄却没有拔。为什么不先下手？小燕悄悄问。他们只是在看。白檀说，莫冲过来之前不必多事。猎猴犬们确实只是在远处盯着，可能是感受到白檀身上那股冷冽的气息，他们迟疑了很久，最终扭头退回石堆。星宇小声吐槽，原来怪物也会看脸色。苏问笑，他们挑好吃又好欺负的下手。他看了看星宇，又看了看白檀，今天这车上只有一个勉强算好欺负的。星宇举手，你很明显在说我。你知道就好。苏问说，危险不是真正发生，只是擦肩而过。但对星宇来说，这一幕让他更清楚，他们走的是怪会出没的地方，不是安全的官道。江湖
不止在人堆里，也在山间野地里。4. 云溪镇表面平静的小地方。下午时分，牛车驶入一条小河旁，前方出现一个不大的镇子。河上有木桥，桥边有几家茶摊，老人坐在那儿抽旱烟，看小孩在河边玩水。镇门上挂着木牌，云溪镇，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地方。星宇喃喃，这里真的出人发狂。发狂的人平时也会看起来很普通。苏问下车，他伸了个懒腰，对车夫说：“你去客栈安排房间，我们先进镇看看。”小燕蹦蹦跳跳跟在后头，白檀走在最后，眼神扫过每一个角落。茶摊旁的闲汉，推车的商人，靠墙打盹的人，星宇也学着他那样看。天机系统默默记录周遭资讯，偶尔在视野边较亮一下。NPC 标记：茶摊老板普通，卖馒头大婶普通，矮墙边赌头子男人精神状态略不稳。星宇注意到了那几个赌头子的男人，其中一个眼神发飘，笑得过于夸张，头子掉出手他都不会在意，只是不停地笑笑得让人毛骨悚然。他拉拉苏问袖子，小声道：“那个。”苏问瞄了一眼，点头：“晚点再看。”牛车先把货送到镇内一个小货站，做样子。商人一边点货一边笑：“这趟路还顺利吧？最近山路怪物有点多，听说前2天还有人在两股坡被狼群咬得半死。”星宇心里还好，莫走那边的松口气。卸完货后，车夫去客栈订房。苏问转身对3人说：“来，分工。”他抬手一指：“白檀，你去镇北的药铺看看，打听最近病人情况，有没有大夫发现不对劲。”白檀颔首，转身就走。小燕，你去市集那边瞎逛，特别注意有人在喊好东西，提神忘忧之类的。好，小燕用力点头。苏问最后看向星宇：“你跟我走。”去哪？去那几个笑得太夸张的人那边。苏问淡淡道：“看看他们笑的背后到底是什么。5. 赌头子的人笑得太用力就会裂。赌头子的几个男人坐在矮墙边，面前放着几个破碗，头子打在碗里，叮叮当当，声音在狭窄巷子里格外清楚。其中一个男人目光涣散，口水挂在嘴角，笑得像被人勾住嘴角提起来。大他连头子点数都没看清，就先笑。旁边的人皱眉，推了推他：“阿成，你又吃药了是不是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那人头点得像小鸡啄米，“我这是天生高兴。”哈哈哈哈！笑声听久了，让人心里发毛。苏问走过去，像普通路人那样蹲下来，看他们赌头子。几点？他随口问。阿成眼睛根本没对焦，嘴里乱喊：“大大大！”旁边赌友翻头中3个1，小，小小，我就说小。阿成又笑。赌友骂：“刚刚明明喊大！”阿成根本不在意，只是笑到眼角挤出泪。星宇看得头皮发麻，这不是正常的赌徒。他想起自己以前看过一些新闻，那些被不明药物害到变成神志不清的人，有时候也是这种空洞的笑。“大哥。”星宇试着搭话：“你最近是不是没睡好？”阿成目光飘过来，在他脸上停了一下，突然笑得更大声：“睡不好啊！”哈哈，脑子里全是风吹，睡什么睡？星宇心里一震，风吹？苏问也敏锐地抓住这句，哪里的风？阿成突然不笑了，他眼神往上飘，望向空中某处，声音变得空洞：“那边的风啊，从山那里吹来，吹进耳朵里。”他伸手指向东边的山：“你们听不到吗？”星宇忍不住也竖起耳朵，当然什么也没听到，只有镇上的喧闹声和风掠过树梢的声音。阿成突然用力抓住自己头发，声音尖起来：“他一直吹，吹到我脑子里，把很多东西吹走了。名字、脸、是，吹走就不痛了。”哈哈哈！他又笑起来，笑得像某种失控的机器。旁边赌友脸色有点不好看，对苏问抱怨：“他前阵子出趟门，回来就变这样。”问他去哪，
他只会说喝风，有时候还会半夜大叫，说有人在他耳边讲话。星宇问：你们有带他去看大夫吗？独有苦笑，看了，说是心火乱，开点安神药就打发我们。苏问不动声色地问：他出门前有没有碰过什么特殊的人，或者吃过什么？独有犹豫一下，小声说：听说是有人说有好东西，能让人一口气忘掉一半烦恼，睡一觉醒来像新的人。他鬼迷心窍，跟几个人去了镇外某个破庙，回来就变这样了。星宇跟苏问交换一个眼色，这味道太像碎灵散的变种，只是这种不是让人兴奋忘忧，而是把人脑子里的东西吹空。天机系统刷出提示：关键情报，关键地点镇外破庙，关键行为夜间集会加服用未知物质，关键症状部分记忆情绪被吹走。破庙在哪？苏问问。独有搔头，好像在东边小坡上，那条路很少人走，都是猎人去打猎会路过。他想了想，补了一句：最近那边好像也不太对劲，总觉得晚上有什么东西在看人。星宇：又是怪物？苏问摇头：不一定是，也可能是比怪物更会找人的人。6. 夜探破庙，任务真正开始。傍晚，客栈，4人重新集合，把各自打听到的消息拼起来。白潭那边，医馆这2个月多了不少心神失常的病人，症状类似笑、呆坐、怕风声，大夫说不出所以然，要多半莫笑。小燕那边，市集闲人偶尔会提到忘忧丸、清风散之类的东西，问卖的人在哪，对方就支支吾吾不敢讲，有几次听到庙、香火、供奉之类的词，再加上星宇与苏问在赌头子那里得到的破庙、风声、夜间集会，线索指向同一个地方，镇东小坡上的破庙。所以苏问把筷子一放，今晚去拆香火。现在就去。星宇咽了口饭，晚上才有人。白檀淡淡道：这种事白天不做的。小燕有点兴奋：需要我装香客吗？不需要。白檀说：你留在镇里盯着有没有人奇怪的出门。苏问点头：我们先去看看，只探不打。他看了星宇一眼：你跟我一起。星宇接收到那个眼神，知道这一次他不再只是待在后面看，而是要真正踏进那种可能让人失常的地方。夜色慢慢降下，云溪镇的灯一盏一盏亮起，小摊收了，大门闭了，街上只剩几只猫和偶尔走过的夜行人。镇外的小坡，一条窄路往上，星宇跟在苏问身后，白檀在后面压阵。天机系统静悄悄地弹出任务框：支线夜探破庙，目标确认是否有新型碎灵散传播点，尽量不暴露自身身份，风险等级中偏高。你这种时候讲尽量，一点都不安慰。星宇小声说。白檀淡淡提醒：说话小声一点。小坡上的风比镇里冷。走到一半，他们看到了那座破庙。庙不大，香火久未熏，门楣上零零神词几个字早被风吹雨打得模糊，但是庙里有光，微微的烛光透出来，还夹杂着淡淡的香味，不是香混着另一种味道，有点甜，有点刺鼻，像是某种粉末烧起来后的味道。星宇吸了吸鼻子，背脊一阵发麻。天机系统明确提示：未知粉末成分，波动与碎灵散类似，但频率更高，影响精神层的强度更大。庙里传来低声呢喃，不是祈祷，也不是诵经，而是一种奇怪的念词，里面带着风、吹、望、空之类的字。星宇趴在墙边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几个人跪在破旧的神像前，神像面目已模糊，被人用白布罩住。香案上放着几个小小的陶碗，里面是淡蓝色的粉末。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香案前，声音缓慢：一口入，10年苦，风来过，无痛处。说完，他用小勺舀了一点粉末，放进自己的口中，闭眼吞下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怪异的笑。跪着的人眼神发直，嘴里喃喃：风风。
苏问眯起眼，看到了吗？他低声问。星宇点头，喉咙前的说不出话。这跟他以前在凤城街头看到的碎灵伞完全不一样，那种只是给人暂时的快乐，这里的粉末更像是要把人变成空壳。白檀的手已经按在刀上，现在冲进去？星宇低声问。苏问摇头，不。他眼神死死盯着那瘦高男人。真正的东西不会放在台面上，这只是喂人的，喂完才会有人来收。星宇背后一喊，收？收什么？灵魂？记忆？还是什么更看不见的东西？天机系统在视野角落刷出一行淡淡的小字，主线分支真正启动，云溪镇破庙吃风的人，更大的东西正在靠近。风从小坡上吹下来，带着那股甜而发冷的味道。第一次外派任务才刚开始，就已经踩在一条看不见底的路上。张墨结语：小镇烟灯似太平，破庙风香暗透城，一口粉兰吹旧梦，几声怪笑失前声。他随百川窥香暗，他凭数据识波层，莫言此去只是叹，细线微牵已动绳。第18章，破庙中的吃风人第一次精神对峙。夜色里的破庙，不该有的低语。破庙外的风似乎比刚才更冷，月亮挂在云缝里，照在破旧的香案上，把那些淡蓝色粉末照得发亮，像夜晚的灵火。跪着的人还在，那瘦高男人站在最前方，瘦得像竹竿，面容苍白，眼窝深陷，嘴角永远勾着一点古怪的弧度。他低头看着香案上的粉末，像在欣赏什么宝物。然后他张开嘴，吐出一句：风说他想进来，语气轻飘飘的，却让背脊凉的像被冰纸戳过。跪着的人全身微颤，像被牵着走的木偶。星宇忍不住低声说：真的不是中邪？苏问目光直直盯着庙内那男人，语气冷得不像他本人。这不是邪，这是血。星宇心一跳，血？洗掉人的念头、恐惧、记忆，留下会乖乖听话的壳。苏问淡淡说，跟碎灵伞的效果类似，但更狠。白檀握着刀柄的手微微收紧。星宇想说那我们冲进去，但话还没出口，破庙内传来第二句低语。这一次瘦高男人没有张嘴，可声音却从每个方向同时传来：吹、掉、痛。星宇全身瞬间汗毛炸起，那声音没有方向，不是从耳朵听到的，而是直接钻进脑子里。三人同时神色一变，白檀率先反应，当场拔刀，刀光一闪，冷冽无比。但下一秒他眉心皱了一下，那声音让他的呼吸乱掉半拍。星宇退后一步，手心冒汗。刚才你们有听到？苏问抬手压了压他，不是听到，是背。他还没说完，第三句低语又出现，这一次直接往他们三人的心口压下来。你们是不是也有痛？星宇的脑子像被谁按住，思绪一瞬间死卡。他听到自己心底某个藏很深的地方被轻轻撩了一下，母亲在病床上的画面，女友离开时那句我们不合适，加班的夜，空无一人的房间，就像某双手把这些他想藏起来的东西一个个翻出来。星宇喘了一下，情绪不是被提起，而是被放大。天机系统立刻弹出警告：精神波动强，来源未知，影响压迫式情绪共鸣，建议打断意识输入，集中在脚下与呼吸。星宇抓住这句话，咬牙脚呼吸。他开始深吸一口气，把注意力从那些涌上来的记忆拽开。白檀脸色冷得像结冰，一手握刀，一手按在心口位置，强行稳住脉息。而苏问，他闭上眼，下一瞬间他睁开眼时，整个人的气场沉了一层。星宇第一次看到苏问的眼睛像这样深，不像平常的懒散与轻松，而是真正的百川阁副主事的眼睛。那不是人声，是雨的影子。破庙里，瘦高男人伸出手，
指尖划过香案上的蓝粉末，他低声吐息：“欢迎新来的。”下一秒，他抬起头看向他们的方向，隔着夜色，他的眼睛亮得不正常。白檀立刻举刀护前，苏问压住他，不要乱动。星宇忍不住问：“他看得到我们？”苏问摇头：“不是看得到，是。”那瘦高男嘴角勾起，忽然吐出一句：“有3个心里有风的人。”星宇心脏猛地一跳，心里有风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刚想往后退一步，那低语再次钻入他的脑海：“你呀，你有好多痛，好多好多。”那语气像是在笑，又像在哄小孩。星宇胸口猛地一紧，苏问一把抓住他肩：“不要听，他在用语。”星宇镇住：“语？不是闻道。”苏问低声道：“是最原始的语力混进声音里的意念，不完整，却外放得很野，听起来就像你提供的语道语灵设定中最底层、最粗暴的那种语的影响力。”白檀眼中杀意浮出，这种半调子的语法是谁教他的？苏问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破庙里那个瘦高男人。那男人又开口：“你们怕什么？”他每问一句，跪着的那几个人就颤一下，然后开始笑，不是开心的笑，是像脑子被撕裂后的空洞的笑。星宇心脏揪紧，真的是碎灵散？苏问摇头，碎灵散只能让人昏迷失智，但这个是在挖。星宇喘得胸口痛。挖什么？苏问吐出2个字：记忆。星宇脸色惨白，这种技术是不该存在的。3，第一次精神对抗，星宇差点被拉走。瘦高男人的眼睛突然移向星宇，那一瞬间像有一股冰冷的风从庙里朝他猛地吹来。不是风，是意念。天机系统跳出刺眼红字：警告，你被精神冲击瞄准，影响记忆波动，情绪放大，意志动摇，请立即进行意识锚定。星宇，什么鬼是意识锚定？选择一项锚定，名字、人、痛、目标。星宇脑子快炸开，那低语再次涌来：你叫什么名字？星宇眼前一晃，破庙里的光变淡，视线往后退，像要被拉进黑暗。他立刻抓住系统给的锚定词：名字。他狠狠在心里吼：我叫沈星宇。整个世界震了一下，星宇撑住额头，呼吸猛然回到胸口。白檀立刻侧身护住他。苏问的声音低沉：很好，你没有被拉走。星宇大口喘，冷汗把衣服浸湿。那是什么？苏问淡淡说：精神拉扯，他在试着把你的一部分意念抽走。星宇吓出冷汗：抽走？抽去哪？别问。白檀冷冷道：被抽掉后的你，看起来就会像破庙里跪着的那些人。星宇想反驳，却说不出话。他刚刚真的差一点不见了。4，苏问的反击不是刀，而是语。破庙里的瘦高男人歪歪头，像在喜欢自己刚才做到的事情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把你拉进来。他的声音在风里飘。就在他准备再度出手时，苏问动了，不是拔刀，也不是踏步，他只是微微呼一口气，然后他开口，但不是平常那个懒散带笑的语气，而是一种审稳，像从心底抬起的声音。只有一字，却破庙内所有跪住的人瞬间僵住，连瘦高男人都扑地停了一下，空气像被石头投入湖水，掀起一层无形的涟漪。星宇镇住：苏问大人，你……那声音不像普通人类的声音，不像喊，也不像语道法事，更像是意念压下去的一锤。天机系统在此刻刷出前所未有的提示：语阶未知高等，你接触到语之力量的上位形态，名称陈语未确定，效果
在场域内压制2阶以下精神波动，短暂止息混乱意念，可干扰不完整的语灵语数。星宇整个人麻掉。苏问，他竟然会用语，而且不是破庙那种野路子，而是高阶的语。白檀也忍不住看了苏问一眼。瘦高男人退后半步，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：“你也听得懂风？”苏问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道：“你口中的风，不是风，是有人在利用雨的残片，把你们当成试验品。”瘦高男人眼睛猛地睁大，像被揭穿秘密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尖叫：“风要我，咬死你！”语气完全失控，像某众被放大的嘶吼。破庙香案后的影子仿佛动了一下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阴影里爬出来。星宇心脏揪紧，糟了！白檀大喝一声：“准备！”他拔刀，真正拔出，刀光如月。苏问却伸手挡住他，不急，他后面那个还没真正出现。瘦高男人整个人颤抖，口水直流，手脚扭曲，像极了被什么操纵的傀儡。他口中挤出的每一句都带着不是他本人的意志。你们不该来，风来了，要吹掉你们。白檀握刀的手经脉暴起，星宇喉咙发前。我们要退吗？苏问摇头，走不了。他已经看见我们不是用眼，是用意。下一秒，破庙深处的阴影里出现了第2双眼睛，不是人眼，不是兽眼，是一种深得像飘在水底的空洞。星宇呼吸停住，白檀刀气狂涌。苏问低声说：“这东西不是普通的怪，也不是文道或武道的东西。”是。他第一次露出真正严肃的表情。雨之残影。星宇心脏猛地一缩。雨？那影子轻轻动了一下。破庙四周的风停了，不是风停了，是整座庙外的声音都被抽掉了，像世界被按下静音。瘦高男人突然笑得像裂开。他来了。苏问沉声喝道：“退！”白檀立刻拽住星宇，往后翻身跃出庙门。就在他们退出破庙的一瞬间，影子里的那双眼睛缓缓闪了一下，整座庙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从里面压了一下，瓦片震落，香灰乱飞，跪着的人全部倒地。瘦高男人像被抽前电的傀儡，软软倒在香案前。星宇被白檀拖着后退10几步，脚步踉跄。苏问最后退出，回头看了破庙一眼，眼底藏着某种真正的警戒。他低声说：“这不是云溪镇能生出来的东西，背后有人在玩雨。”7. 另一个世界，柳明月第一次看到危险级波形。同一时间，现代柳家资料中心，监控仪器突然疯狂尖叫，技术总监跳起来：“警告！波形暴涨到5级，有精神干扰特征。”屏幕上，星宇的意识波段乱到像被撕开，高高猛低高，像波浪撞在石头上。助理吓得丢下笔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柳明月猛地冲到屏幕前，盯着那乱到失序的曲线，他手指紧紧抓住桌沿。这不是疼痛，这是有人在撬他的意念。技术总监脸色大变：“要不要强行切断观测？波形再乱下去，他的意识连接会……不行！”柳明月咬牙：“现在切断，他那边可能会掉得更深。”他手心冒汗，眼睛盯着那上升又下降的波，像在等，像在默念。过了10几秒，波形突然啪一声平稳下来，不是完全平稳，而是跌回到正常的高频率。助理捂着胸口：“小姐，他……”柳明月呼出一口气，眼角发酸。他撑住了。他抬手盖住半张脸，仅有的一点脆弱只让自己看见。“你在那边是不是又差一点出事？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重新变冷变稳。“这个波形我全部要，从头到尾不准漏1毫秒。”技术总监立刻：“是。”他看着荧幕熄灭前的最后一个波峰，
那上面是沈星宇的精神挣扎，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那边的危险已经不是肉体会死，而是心会被夺走。张默结语：破庙风声似鬼吟，蓝灰粉尽洗人心。半生低语千三念，一字沉声压众音。引动飞妖乃羽蟹，火寒不是香儿清。今宵惊退残魂客，他与他心各震身。第19章破庙后续。1. 散了的局，莫散掉的东西。破庙外的小坡上，风又重新吹了起来，不是刚才那种像被抽掉声音的死寂，而是正常的夜风，带着草味、土味，偶尔加一点腐木味。沈星宇靠在一颗石头旁，大口喘气，背后全是冷汗。我刚才真的差点被拉进去。他喉咙前的说不出话，只能重复同一句。白檀收回刀，刀锋还带着未散的杀意，冷冷看了他一眼。差一点不是掉下去，是回不来。星宇吞口水，点头。苏问看了看破庙方向，那里的烛光已经暗下去一半，里头的怪异语声也消失了，只剩几声微弱的呻吟。他站起身，走。星宇一愣，现在就走？进去。苏问道，看有没有还能救的人。星宇一震，进去。你刚才不是叫我们退？刚刚退是因为真正那东西要出来。苏问瞥他一眼，现在他收回去了，只留一堆被折腾过的人。他语气平静，人我们不救谁救？这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却把星宇心口某个地方戳了一下。他当然不想回去那间庙，但话说到这份上，他也不能说不要。白檀先走在前面，刀仍未入鞘。他踏入破庙的一瞬间，整个人绷紧，像一条拉满的弦。星宇吸口气，跟上。庙里的蜡烛斜倒，有几根默默在地上滴着蜡。跪着的人全倒了，七仰八竖，有的眼睛翻白，有的流口水，有的发抖。香案上那几碗蓝粉散了一大半，有些打翻在地，把地面染成诡异的颜色。瘦高男人倒在香案旁，呼吸微弱，嘴角还挂着一丝笑，像是中毒了的傀儡。星宇忍不住缩了缩肩膀，这画面真的很像恐怖片。苏问没笑，他蹲下逐一检查那几个人的脉，还活着。他淡淡道，只是心神被挖空，像是被人狠狠摇过一遍。白檀走到瘦高男人面前，刀尖轻轻挑起他衣襟，在他胸口位置有个淡淡的印记，像是被什么符文烧过，又像是被刀尖刻过，很不规则，隐约看得出是一个字的残形。星宇凑近一看，这是字，像是。白檀皱眉，但也像被人刻意弄糊的印子。苏问起身看了一眼，那印记非常古怪，既有风字的笔画，又像言字拆了一部分。星宇嘀咕，风言。天机系统弹出一行分析，符文残片，结构疑似与语相关的符迹，同时带有风意象。推测用途，作为管道的标记，利用人体作为与残影的落脚点。星宇胃里一阵翻，但还是忍不住伸手轻碰一下那印记边缘。为白檀喝了一声，不要乱。指尖一触到那道印记边，他眼前一黑，不是晕，是一瞬间，别人的记忆从印记里往他脑里倒，断断续续的画面闪过，破庙白天的样子。瘦高男人一开始只是普通香客，在这里躲雨，有人给他一小包粉末，说吃了就不会做噩梦。他吞下，痛得在地上打滚。一阵寒风从门缝吹进来，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，借你一张嘴。画面一阵撕裂，整个人啪地拉回来。星宇猛地往后一倒，屁股重重坐在地上，呼吸狂乱。白檀立刻扶住他，冷声问，你做什么？我。星宇捂着头，额角冒汗。我看到他的记忆，这印记里面藏了别人来之前的一些画面。苏问眼神微动，仔细盯着他，详细说。星宇简短描述刚才看到的片段，说到那句借你一张嘴，他自己都头皮发麻。那声音不是这个男人的，是很远很冷的那种。苏问沉默几秒，低声道，片段太短，看不清来路，
但可以确定，这个瘦子一开始只是棋子。白檀问：“那印记怎么办？”苏问看了一眼，眼神有一瞬间的狠：“先留着，不动他，我们还能追。”白檀沉默了一下，收回刀。第一个稍微清醒的人。跪倒的人里有一个面容比较年轻，20出头，衣着比其余几人整齐，腰间挂着简单腰牌。白檀走过去，翻看腰牌，上面写着名字与镇籍。林守，镇上住户。他说。苏问蹲下，把手按在他印堂，微微用力。那青年哼了一声，眼睛乱转，像被梦魇吓醒的人。不要吹，我不想忘。他惊慌的乱抓，手指抓到地上的灰，指节发白。星宇赶紧压住他肩膀，冷静，我们不是刚才那批人。青年喘得快晕过去，眼神飘忽，直到视线对上星宇的脸，好像勉强抓住了一点活人感。你是谁？路过的人。星宇苦笑，暂时可以把我当救护车。林守喉咙滚动，艰难说道：“我怎么在这里？”苏问低声：“你自己来的？”林守愣愣：“自己？”碎裂的记忆慢慢回笼。最近心里郁闷，睡不好。听人说破庙有人给忘忧粉，想着试一次也无妨。被带上山，喝了甜甜的水，嗅到香粉味。有人说张口吸风，他就照做。说着说着，他脸色惨白，捂住嘴。后面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颤声道，只记得很多声音在笑，再说要把我这些乱七八糟的记忆吹走，说我会变得很干净很轻松。他忽然瞪大眼，一把抓住星宇的袖子：“不是的，那些事就算痛也是我的，我不想被吹走。”抓得太用力，指甲掐进布里。星宇喉咙一紧，他懂那种感觉。很多事就算想忘，心底也知道那就是我的一部分。苏问看着这一幕，眼神淡了淡。“你叫林守？”他问。青年勉强点头。“你有没有看清谁给你粉？”苏问问。林守咬牙，用力想了一会儿。“连看不清。”他说，“每次都在夜里，灯很暗，但我记得一些细节。”他抖着手比划。他戴着黑手套，袖口有个老虎头的刺绣，说话带点城口音，不像镇里人。星宇瞳孔一缩，老虎头这个标记他在凤城南市看过，三虎帮某些正式成员的衣物上就有这种刺绣。白檀和苏问互看一眼。苏问淡淡道：“看来这条线通回凤城了。”三虎帮的影子伸到镇子来。云溪镇东边离破庙不远的一处小坡后，几个身影站在树影中。为首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男人，穿着黑色短巾，袖口刚好绣着低调的老虎头，眼神冷漠。手下低声说：“堂主，人莫出来。”黑衣男人嗯了一声，没有意外。破庙那边刚刚有动静。另一人补充：“我们远远看，似乎有人接近。”不用猜，黑衣男淡淡道，8成是百川的人。小小一个云溪镇也会惊动百川，手下不解。黑衣男冷笑：“这里藏的不是普通货，是上头要事的新玩意儿。”他眯起眼看向破庙方向，百川嗅得到怪味，自然会爬来看一眼。手下又问：“那要不要先收？”黑衣男摇头：“现在动手，便宜他们。”他慢条斯理地掰下一片树叶，捻在手指间，似笑非笑：“让百川帮我们打扫，饰品坏掉的坏掉，逃的逃，最后还能帮我们分辨谁的意志比较硬。”他语气带着莫名兴致：“硬的那批人，以后说不定能值好价。”手下背脊一寒：“那破庙那个吃风的怎么办？”黑衣男语气淡得像在谈天气：“他功德圆满了，让风吃了那么多废渣，总要付点代价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往回走。月光从树缝间洒下来，照在那个老虎头刺绣上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张在笑的虎脸。第一个线索：衙门、三虎，还有一个名字。破庙里。苏问把昏迷者简单整理了一下，
确认暂时不会死，让白檀把最靠得住，看起来还有机会清醒的鸡人背下山。灵手站都站不太稳，最后还是被星宇半架半扶下坡。走到半路，灵手忽然想起什么，抓住星宇。对了，那个给药的嘴里常提一个名字。星宇一愣，谁？他说上头那位虎三爷要看我们这批人成不成。他说完自己都发抖。如果我们吹得好，以后就不用操心日子。虎三爷，星宇脑海里自动跳出三虎帮，名字倒是顺，他苦笑，一听就很三虎。苏问听到了，眼睛微微一眯。虎三爷，白檀低声道，凤城里三虎帮的主事之一，专做货的。苏问点头，看来云溪镇这一条是他在试新路。星宇忍不住吐槽，以前不是只卖普通散，现在还进化到精神实验。苏问淡淡的说，人只要赚到第一桶血，下一桶就会想弄得更干净更安稳，让人上瘾，不如直接拿人。星宇心里一阵脏话莫说出口，他以前以为自己那世界的黑心老板已经很坏了，现在才知道这边的坏有超自然加持。一路把人送到镇下医馆，医馆大夫被突然抬来的几个人吓坏，手忙脚乱的听脉看舌。苏问没多解释，只淡淡道，他们是被人用要折腾过，你先稳住他们，我们再来说细节。大夫连忙点头。灵手被安置在一个靠窗的床位，整个人还在微微颤抖。星宇坐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问，你家里人知道你来这里吗？灵手愣了一下，表情有点空。我好像一开始莫打算告诉他们，怕他们担心。他苦笑，现在想想这种事还是被骂一顿比较好。星宇沉默，他能理解那种怕家人担心又想自己处理的心情，最后往往就是事情变得更糟，家人知道的更晚。你先好好休息。星宇起身，如果还记起什么再跟我说。你叫灵手盯着他。沈星宇，他说。灵手换上正式的语气，星宇兄，谢了。星宇笑笑，以后少来这种地方，就当谢我。不会了。灵手努力笑了一下，我现在怕风，怕得要死。5. 百川阁的判断，这是一条必回凤城的线。夜深一点，四人又在客栈的房间里碰头，桌上摊着简单画出来的云溪镇草图，破庙位置，灵手提供的描述。苏问在纸上写下3个重点：破庙封粉，虎三爷，三虎帮在云溪镇的暗线。云溪镇不是终点，他说只是试验场，真正的源头还是在凤城。白檀点头，这里的事情怎么处理？医馆可以先稳住一批人。破庙，他眼神冰冷。拆。苏温笑了笑，你拆起来肯定很开心，这种地方留着就是祸。白檀冷声道，但拆之前要先留东西。苏问说，我们回凤城前要留一个明确讯号，让看得懂的人知道百川来过。星宇好奇，留讯号干嘛？不怕被三虎帮记仇？他们早就记上你了。白檀瞥了他一眼，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。苏问轻敲桌面，讯号不是给三虎看的，是给风后面那个看的。房间里静了一瞬，星宇不太敢问风后面那个到底是谁，只能模模糊糊想到破庙里那双眼。那讯号留什么？他转移重点，插一面旗。苏问笑，不用那么招摇。他拿起笔，在纸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符号，一条水平线，底下3个小点。星宇看了2眼，愣住，这是什么？百川。苏问说，一条线会3支，懂的人会知道，我们看见了也在算。他将那符号画大一点，推给星宇，明天你去破庙，把香案后面的墙刮干净，刻这个。星宇指着自己，我去，你手最稳。苏问说，而且你跟那印记接触过，某种意义上你已经在那东西的视线里了。星宇，我听你讲话怎么越来越不安心？白檀忽然说，这样也好，早晚要对上，躲不掉。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冷静，却让人意外有种稳感。
星宇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反正躲不掉，我就当是在写本店已搬家的公告，只是对象换成某个看不见的怪东西。6. 另一个世界。柳明月收到的第一个线索。现代柳家。柳明月坐在书房里，桌上放着刚刚整理完的一份报告。报告的内容是技术总监用他看得懂的方式整理出来的破庙事件波形。他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看到几个特点：巨幅精神压迫波，短暂的外来意念干扰，一段被未知力量压制后迅速平稳的曲线。他知道那瞬间是什么，是星宇那边有人出手帮他挡了一击。他嘴角微微勾了一下：“你那边有靠山？”他喃喃道：“那我这边也不能太弱。”技术总监站在一旁，递上一张放大的波形截图。还有这个，他说，在那一段精神压迫之后，出现了一个很短的、很奇怪的，像符号一样的波组。柳明月接过来看，那段波形不像正常的情绪起伏，而是像人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符记，一条平线，底下3点。他愣了一下：“这什么？”“我们不确定。”技术总监说，但它出现的非常规律，像是某种信号刻意打出来。而且他补充，每当这个波组出现，整个波形就会短暂稳定一下。柳明月看了很久，后来他拿笔把那个符号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，一条线，底下3点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他直觉这可能是他那边第一次主动打过来的讯号。他轻轻用指尖敲了敲那个符号。“是你吗？”他在心里问。没有人回答，但他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：以后只要这个符号再出现，他这边的系统就要特别标记。那代表不是单纯的危险，而是他们那边在说话。7. 三虎帮把账记在一个名字上。凤城三虎帮某个隐蔽的院子里，虎三爷把一张纸放在桌上，上面画着简笔的云溪镇地图，破庙位置被用红圈圈住。手下回报完云溪镇的情况，低头等着。所以虎三爷慢慢说：“百川的人进了破庙，出来了。那几个饰品呢？大部分还活着，被送到镇医馆。手下说有一个叫灵手的，好像清醒的比较早。”虎三爷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那个名字：百川不杀人还救人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真有他们风格。手下小心翼翼问：“那这条线要收吗？”虎三爷摇头：“收什么？才刚试一次就收，太浪费。东西都已经是到人身上了，顶多换个地方，换批人。云溪镇那边先停，让百川去忙。”他敲了敲桌上的名字：“这个灵手，过一阵子找人试探一下，看他是不是还会梦到风。如果还会，表示那边的雨泄没有完全退，没退就还有用。”手下背脊发冷：“是。”虎三爷放下笔，又拿起，想了想，在另外一行写下一个名字：沈星宇。这个人留意，他说会从血牙猪嘴里活下来，又在云溪镇出手，把试验场搅了一次，运气不会永远好。他手指轻轻敲着那3个字：有空我们找他聊聊，看看他是想活得久一点，还是愿意活得有价值一点。张默结语：破庙风平人未平，蓝痕淡映雨还清。一人惊醒缘残梦，半句供词千虎行。百川细客3点线，远程竞技一孤星。市场云散局犹在，暗影长伸到凤亭。第20章拆庙回城。1. 太阳刚升，白檀的拆庙方式很白檀。云溪镇东坡的破庙在晨光下看起来比昨晚更破，瓦片半掉，柱子带裂痕，香案四周还残留着那淡蓝色粉末的痕迹。4人简单吃过早饭，便来到庙前。星宇还以为苏问会先研究一下结构，确认内部安全，结果苏问才刚说一句：“开始吧。”白檀已经走到庙门前，他先看了庙一眼，看就只是看，然后拔刀，刀光从晨光里划出，没有任何犹豫。下一秒，轰！整片庙门断，不是裂，不是砍出痕迹，
是真的，从中间整个断掉。星宇下巴差点掉到地上。等一下，不是叫你拆，不是叫你杀他吧？白檀淡淡收刀，拆就是拆。他补一句，这种脏地方不值得留完整。说完，他往里走，刀柄轻轻一碰柱子，咔，整根柱子歪了。星宇看傻，你这是拆房不是解任务吧？苏问，他拆得很开心，你别吵。白檀一刀一刀，干净利落，不带怒气，不带冲动，就像在切菜，精准、快速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星宇忍不住问：“你有练过木工？”白檀：“我练过拆房。”从什么时候练的？从我很想把某些地方拆掉开始。星宇：“好，不能问。”反正白檀的语气永远让人无法判断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。庙被拆到只剩1/3结构时，苏问才开口：“留后墙。”白檀立刻住手。后墙后面的香案区是昨晚与残影所在的地方，墙面灰旧但干净，像是被什么无形力量扫过。苏问转向星宇：“该你了。”星宇深吸一口气，从怀里掏出苏问给的简笔符号，一条线底下3点，这不是图案，是讯号，是百川阁的无声警告。星宇抓起石片走向后墙，白檀忽然开口：“稳一点。”他的声音和平常冷淡不同，多了点关注。星宇回：“我会的。”他贴着墙开始刻。石片接触墙面的时候，他有一瞬间觉得刺麻，像是墙里有什么残余的感觉。昨晚那双眼睛留下的气息。天机系统稍微跳出提醒：残影余波微弱，无害，但可能观察你，建议保持呼吸平稳，专注刻画。星宇深呼吸一次，手更稳了。刻完第一条线，接着3个点，哒哒哒，每一下敲下去都像把自己的名字一起刻上。刻完最后一笔时，他后背出了汗。苏问走过来看了半秒，可以。白檀也看了一眼，不像我刻的。星宇，那我该说谢谢还是不谢谢？白檀，你有努力。星宇，这听起来算称赞吗？白檀没有再说话，但转身的动作很轻，这就是他的肯定。苏问拍了拍后墙，留着，让看到的人知道百川献过。他弯腰把庙里的蓝粉渣收进小袋子，这是证物，回凤城要有人看。破庙就这样被拆成一堆瓦砾，唯一完整的就是那面后墙，上面刻着简单却醒目的符号。晨光照在那里，像一个人静静站着。百川阁到此一过。2. 回程路上第一个踩线者出现。云溪镇到凤城的道不长，但今天的空气比昨天更安静，太安静。小燕坐在车尾晃腿，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。为什么今天连鸟叫声都比较少啊？白檀，因为东边山林的气味变了。变？星宇紧张，变什么？不干净。白檀说。星宇吞口水，我宁愿你说的更具体一点。苏问打断他，有人来了。不等星宇反应，车夫已经把牛停下，前方的路被3个人挡住。中间那个穿黑色短巾，袖口绣着一个小小的虎头，表情平淡的像是来散步。3虎帮来得比星宇想象快。黑衣男带着礼貌微笑。百川的几位早。苏问淡淡点头。3虎的哪位？黑衣男不报名，只轻轻抬手。我只想确认一件事，昨晚破庙那边是你们拆的？白檀冷冷把刀握紧。星宇本能想否认，但苏问慢慢走到车前。我们是百川。苏问平静道，我们看到什么做什么需要解释？黑衣男笑了，需要，因为那地方不是你们能碰的。白檀一步踏前，刀锋稍微露出1寸。你们的？黑衣男笑容不变。我们借来做点小实验，被你们拆了。他的眼神忽然冷下来。我得回去交代。气压瞬间下降，星宇觉得脖子后面冷一片。苏问却没有后退。
那你就回去交代。黑衣男愣了半秒，似乎没料到他会这么直接。苏问接着说，破庙是毒窝，无论你们戒不戒，他都该拆。云溪镇不是你们的，那里的人也不是你们的。他语气淡得能滴出冰水，百川看到了就会动手。黑衣男笑容完全消失。你知道你们插了谁的局？苏问。虎三爷。黑衣男眼神闪了一下，像是准备下一句不太好听的话，但这时白檀已经往前一步。你想讨回去？他问。黑衣男盯着他，像在估量他的能力。最后他慢慢退后一步。今天不讨，百川的脸上头也要给。他语气冷得像刀。但你们最好记住，这条路你们跨了，百川管东城，三湖管南街、河码头、城下市，云溪的破庙是往南街走的路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星宇一眼。尤其是你。星宇。我。黑衣男点头。听说你从血牙猪嘴里爬过去，又在云溪拆了我们的点。他笑。你很有资格让虎三爷现一现。星宇吓到想跳车，但还是装镇定。我不太想认识他。黑衣男眯眼。你想不想不重要，虎三爷已经记住你了。说完他挥手，三人慢慢让出路。没有拔刀，没有冲突，但那压力比打架还可怕。苏问低声说，别回头。白檀也说，气息还在看你。星宇额头渗汗，乖乖面向前。牛车重新启动，往凤城方向走，直到走远很久，白檀才冷冷说，他们走了。星宇整个人瘫在车板上。我刚才是不是差点死？苏问喝了一口茶。没有，你只是被记住了。星宇，这听起来不比较好。苏问轻轻一笑，记住一个新人不好，但也代表。他拍了星宇肩膀，你正式进江湖了。星宇，可我还没领入门正哎。苏问，你刻了那3点，就是7。另一个世界，柳明月看到星宇的第一次被标记。凤城柳家资料中心。荧幕突然弹出新的波形异常，技术总监急忙喊，肖姐。星宇那边精神波幅突然被定位一次。柳明月走到荧幕前，波形上出现一个很短很尖锐的记号，像某个外部讯号点了一下他的意识。他皱眉，这不是雨残影。技术总监，不像，更像有人盯上了。柳明月眼神冷下来，标记，这是敌意。他指尖在桌面轻轻敲着，查凤城南街最近的黑帮动向，尤其三虎帮。助理急忙记录。柳明月目光久久没离开荧幕，他心里第一次升起强烈的感觉，那边的江湖已经盯上他，而我的比那些人更快一步。张默结语：残庙尘封碎瓦青，刀光3寸断妖星，石墙暗刻穿流意，一路回城虎影生。南街先是江湖里，百川为退踌躇平，前途未染杀机冷，人民已在虎书行。